安定好，束缚快递，我来取件的。哎，你好。哇，这个女生好漂亮，穿得好性感啊。进来吧，寄件在里面。啊，不了，我在门口，你拿给我就行。少废话，赶紧进来。美女啊，你要寄什么件啊？原味丝袜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寄件啊！等等，这个也一起寄。我靠，原味内裤！我说美女，这个也是原味的？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去那边洗个澡。啊？洗澡？你知道原味内衣买的是什么吗？你的汗味沾到我丝袜上了，影响它的气味。不是美女，我这就收个快递还得洗澡啊，太麻烦了。我这还得赶着去收下一家快递呢啊。怎么？你要拒收啊？小心我投诉你。好，我去洗澡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唉，月月，我们婚礼定在下个月，我明天带你去看婚纱，好不好？方文强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嫌弃我经常跑出去鬼混吗？你大可放心，为了你，我不会再去什么夜店，更不会沾花惹草。就算你洗心革面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肖新月，你别给脸不要脸了！怎么，你还想动手？你今天要是不肯嫁给我，那你就别怪我对你动手了。就算你今天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妈的，你个贱骨头！我今天就要瞧瞧，是你这张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？一个大老爷们欺负女人，兄弟，要点脸嘛！肖新月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他会光着膀子出现在你家里？哼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不肯跟我结婚，是因为你背着我偷男人。老弟，我可是斯文人，你这见我第一面就要打我，是逼我动手吗？你没事吧？哼，妈的，你个破鞋还心疼他？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弄死你这个奸妇！哟，哎呀，没事吧？哎呀，下重了。真不想动手，没骗你，咱们都是斯文人。你说这打打杀杀的，多掉身份呐！臭小子，你敢抢我女人？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事没完，你给我等着瞧！慢点，慢点，疼不疼啊？慢点啊！不送了啊！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你了。狡猾的女人，这女人根本不是要计件儿，也不是担心汗味会影响什么。她叫我去洗澡，纯粹是在利用我，让那个男人误会。连累，这恐怕就是你给我设下的局吧？你知道了？美女啊，就你这点小伎俩，也就骗3岁小孩，骗本帅哥，异想天开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就不再隐瞒。
原本我只是打算气走方文强，我没想到事情会落到这种地步。你得罪了方家，方家不可能会放过你。我这里有10万块钱，拿着。离开滨海市，换个工作。不是，美女，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，我为什么要辞职啊？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方家的势力是你没法想象的，你没必要为了一份普通的工作，用你的性命去冒险。美女，如果他们敢招惹我，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后悔莫及。你要是不想死的话，拿着钱，立马走。美女，你要是这么跟我聊，这个天就没法聊了。今天到此为止吧。哦，还有，这点小钱，自己留着吧，也不稀罕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以后啊，你在面对陌生男人的时候，不要穿得这么性感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住诱惑的。这个世界上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已经绝种了。哎，好自为之吧。喂，你快递不取了？不取了，有种你就投诉老子！李老板，你找我呀？唐一林，昨天干什么了？有人投诉你，你马上给我卷铺盖卷，滚蛋！你被解雇了。该死，那婆娘真的投诉我了。不是老板，我就被一个人投诉了，你就要开除我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过分？还有更过分的呢。哟，方少您来了，都不跟小的提前说一声，好让小的下去迎接你呢。李老板，昨儿我吩咐你办的事儿办妥了吗？办妥了，他已经被我开除了。很好，唐一林，昨儿你打伤本少，今天我就要打断你手脚，让你见识本少的厉害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你打不过我。那他们呢？这些保镖都是退役的兵王，个个以一挑十。今天你必死无疑。兵王？哈哈哈，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啊！哼，汤一林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还搞不清是什么状况吗？你还敢在我面前抽烟？忘了，办公室不能抽烟。没事吧，少爷？少爷，没事吧？少爷，你妈的，干他呀！给我干他！好久没动手了，不知道功力有没有退步。啊！靠！该死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现在的兵王都这么垃圾了吗？想当年我带的兵王也没这么废物吧？唐一林，你别太嚣张，在方家眼里，你才是垃圾。是吗？可是在我眼里，你们方家连垃圾都不如。哎呦，方少您没事吧？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一看。李老板，你带人打我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方少您息怒，我替你收拾他。谭一林，你是吃了酒仙豹子胆了吗？方少你都敢打，赶紧跪下给方少道歉。李老板，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骨气，你活得人模狗样的不累吗？我是你老板，你敢说我，你是不姓混了吗？你忘了刚才已经把我开除了吗？还有，以后呢，别在我面前这么大声说话，因为现在老子很不爽。
唐依林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方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记住，方文强，以后呢，千万不要威胁我。这个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忠告。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，我希望你以后能长点脑子。当然，如果以后你还想继续找我麻烦的话，我一点都不介意再打你一顿。哼，哼。不是美女，你好意思来找我呀？因为你我工作丢了。什么？看来方文强比我快了一步。唐依林，我听说方文强要对付你，赶紧跟我走，离开滨海市。现在走恐怕晚了吧？为什么？我已经把他给打了。什么？你又把方文强给打伤了？你简直是疯了呀！方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现在赶紧跟我走，我送你去车站。怎么了？至于吗？就一小小的方家，没事儿。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？不是，就是一方家，他能有多大的势力啊？少废话，赶紧跟我上车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死丫头，萧家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个好归宿，你居然被这方少偷人！早知道你这么贱，我就是收养条狗都好过收养你。爸，在你心里，我还不如一条狗吗？哼，你当然不如一条狗了，狗起码还听话。可你呢，放着好好的方家不要，去找这么个死送快递的，你脑子被猪亲了吧？大叔，职业不分贵贱，送快递又不是死人，别在前面加个死字儿。臭小子，你跟我嚣张什么？你也不看看你那个怂样，配得上我女儿吗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劝你，说话注意点，不要以为年纪大了我就不敢动你。怎么，还敢跟我嚣张？上，给我收拾他！爸，唐依林只是一时冲动而已。贱女人！老子当初收养你，就是看你有一副好皮囊，可你居然敢坏老子的好事儿，老子抽死你！够了，就算她是你女儿，你有什么资格打她？老子教训自己的女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在我面前打女人，就是不行。哎呦，疼！哎呦，老爷，你没事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你们不许过来！小姐，请您让开。有我在，你们都别想伤害他。唐依林，你快走，这里我帮你拖着。走？不好意思，我从来不能逃兵。唐依林，你会武功？嗨，会什么武功啊？三脚猫的功夫罢了。臭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得意忘形啊！萧家有100种方法玩死你。不管你们萧家有多少种方法，对我而言，就一种方法，用拳头来解决。当然，
一拳不行，那就再来一拳。爸，滚开，你个死女人！臭小子，今天我饶你一条狗命，他日我定取你狗头！明明就怂了，还耍什么嘴皮子？切！美女，别难过了，没必要为那个无情的父亲伤感啊。唐依林，谢谢你安慰我。没事儿。但是目前我有更严重的事情要你去处理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婚约的事儿。还以为什么大事儿呢？要不然你就逃婚呗，然后找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跟一个老实人结婚，生一堆熊孩子，多好。等等，你刚说什么？哦，逃婚呗。不对，后面那些。生一大堆熊孩子。再前面一句。找个老实人结婚。你说的没错，找个老实人结婚就可以彻底打消他们的念头了。要不说是我，只有我能这么聪明，嘿嘿。看我干嘛？你不是想跟我结婚吧？没错，我要跟你结婚。别开玩笑了。不是美女，我单身，我快乐，我天天泡夜店，我生活乐无边，这日子多好多滋润啊！结婚不行。跟我结婚委屈你了？不是，有一点儿。唐依林，你跟我只是假结婚1年，1年内双方各不干涉私生活，并且我会支付你30万。1年期满，我们马上就去离婚，你考虑一下。不是，美女啊，我这人视金钱如粪土，你当我什么人啊？我给50万。我这个人是很有原则的，在没有遇到我的真爱之前，无论你给我多少钱，我都不会动心的。70万。美女啊，别浪费口舌了。虽然金钱诚可贵，但爱情价更高，不可能的啊。100万。成交。你刚才不是说视金钱如粪土吗？说什么宁缺毋滥，说什么爱情价更高吗？但是钱更香啊。切！美女，你说咱俩这婚也结了，证也领了，什么时候把钱结一下？100万，1年后一次性结清。1年后？那我现在喝西北风啊。你不是被公司开除了吗？你可以到我公司当保安，工资3000。上贼船了。反正咱俩协议签了，证也领了，1年内你敢违约，你1分钱也拿不到。美女，太黑心了吧？哎，我可是你老公啊。咱俩只是假结婚，我希望你清楚自己的定位。今天就去公司报到，但不能让公司知道咱俩结婚的事。哦，还有，以后别叫我美女，俗。那你想让我叫你什么 ？OK， 其实我可以叫你，小甜甜或者宝贝儿。不许这么叫我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叫你小月月，或者老婆。哎，你是不是要回公司啊？正好带我一段，我面试。哎，不是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好一个冰山美女啊！没事，反正游戏一场，哥就陪你玩玩。哎，大哥，包！你不要包了！别跑，小偷别跑，给我站住！不是美女，你什么情况啊？美女，臭流氓！
美女，你什么情况啊？我好心接住你，你这又打又骂的，你欺负老实人啊！就你还老实人呐？当街抢人东西，还非礼良家美女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我什么时候抢东西了？还非礼良家美女？我今天不给你逮到警局，我就不叫苏元清。哎，等会儿，咱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啊，像我这种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车爆胎，走在大街上，男人回头，女人跳楼，这么的一个大好人，切，可能吗？胡说八道呢！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你要点脸吧？美女啊，你知道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前肢太短小，无力为我山鼓掌。臭流氓，恐龙要是听见你这一番话，那棺材板都压不住。你说你脸皮这么厚啊？子弹能打穿吗？我呸！爱信不信，反正我就是好人。你还好人？当街抢人东西还非礼人，你是好人好个屁呀！等等，难道刚才那个男的是个小偷？怪不得他跑得那么快呢。美女，要不打个赌？赌什么？赌我是不是小偷？如果我要是呢，我现在就跟你去警局自首。但要如果不是的话，怎么着？你就叫我一声老公。赌就赌，谁怕谁啊？你说的。赌。好。喂，小刘，小偷已经给你抓住了，过来指认吧。哎，臭流氓，你输定了。这包的主人呢是我同事，人已经在来的路上，看你这回还怎么耍赖。田青，小偷抓到了吗？就是他。他？田青，你是不是抓错人了？刚刚偷我包的人我看到了，不是他。不是他。不是他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了我不是小偷，你怎么不信呢？哎呀，我这个纯洁的心呐，受到了大大的伤害。你纯洁个屁！你就算你不是小偷，那包在你手里你怎么解释？那是因为刚才那个小偷撞了我，包掉地上了。人撞你，你不抓他，那你就助纣为虐。随便你怎么说，这声老公你逃不掉了。哎，别管我助纣为虐还是路见不平，反正我不是小偷。刚才我们打的赌呢，你输了。照理来说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老公？什么打赌？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。你不知道？要不是本美女今天着急回去上班，这事儿我准跟你过不去。小刘，咱不是要回去上班吗？走。怎么了？拿来。不叫就不叫呗，反正我也不吃亏。哎呦我天啊！我老婆真有钱。去，哪来的穷小子？赶紧给我离开，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不是老哥，我来面试的。面试？拜托，来京城护肤面试的，哪个不是高材生啊？你啥文凭？没文凭，部队养猪的。一个养猪的敢来这里面试？老弟，你以为公司是你们家开的吗？笑，待会儿就有你好果子吃了。公司虽然不是我开的，但是我老婆开的。你老婆叫啥名？肖新月。笑死我帅哥了。唉，今天碰到的人为什么都不相信我说的实话呢？好人难做呀。唉，
肖总是你老婆？老弟，你吹牛也吹得靠谱一点，就你这穷酸模样，肖总能看得上？喂，什么事儿？哎，老婆，那个我来你公司面试了，然后有个保安不让我进。你在那儿等着，我叫人下去接你。好啊，拜拜。老弟，你装的挺像啊，你来这里面试干嘛？不如去拍电影啊！装的这么像，不去当影帝，简直浪费人才。唐先生，肖总让我来接您，请您跟我走。好，这回信了吧？他真是肖总的男人？唐先生，你在这里稍等一下，人力资源部的总经理马上回来，将由他为你面试。好，您先填写一下个人资料。好，谢谢啊。是你？别跑，小偷别跑，给我站住！臭流氓！臭流氓，你来这儿干嘛呢？我来这儿面试，我还想问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是这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总经理，我叫苏延清。还真是冤家路窄，我这不是正撞枪口上了吗？你可以回去了，我们公司是不会录用你这样的斯文败类。苏经理，你这是在公报私仇吗？我来你们公司面试，你连面都没试就把我撵走了？你们京城护肤就这点度量？嗯？唐依林，是我。不好意思啊，学历太低了，不符合我们公司的需求，所以你可以到别的公司去面试，祝你好运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，苏经理？你们公司招聘保安的条件，身体健康，无不良嗜好，退伍士兵优先，初中文凭以上，这4点我都符合呀，你凭什么不招聘我？那是之前的需求，不过我们已经修改了条件，新增一条，要精通多国语言，你不符合。哼，臭流氓，这下你没辙了吧？哼，精通多国语言？你丫的招保安呢，又不是在招翻译。美女，不好意思，你说这不是巧了吗？我呢，正好精通英、法、日、韩等多国语言。苏经理，公司来了个韩国大客户，翻译小张刚好不在公司，现在没有人会翻译，麻烦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这不巧了吗？唐依林，你刚说你会韩文是吧？呢？你帮我去接待外国来宾，如果接待成功，我就让你入职。문제 없어요。走。唐依林，是时候看你表演了，好好表现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美女啊，我来吧。안녕하세요。안녕하세요。저는唐依林입니다。慢走。不错嘛。那你看嘛，苏经理，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办理入职手续了？抱歉呢，就算你精通多国语言，
我还是不能录取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人品不行。老子要不是跟肖新月签了卖身契，谁稀罕这保安一职啊？给你1分钟时间说。喂，老婆。对，我来公司面试了。然后有个叫苏元清，对，就叫苏元清。他故意刁难我，不让我入职，你过来处理一下吧。好，等你。真是麻烦。拜拜。唐依林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会录取你。你打电话给谁，我都不可能录取你。苏大经理，你有背影，可是我有背景啊。我找的人你招惹不起。我招惹不起，整个公司上下除了肖总，我还没有人不敢招惹的。怎么着？你刚打电话是给肖总啊？别说，还真是。肖总，哎呀，我都怀疑哈，这恐龙之所以灭绝，不是因为前肢太过短小，就是被你吹牛给吹死的。就你这臭流氓，你还认识肖总？你忽悠谁呀你？苏经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肖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他刚给你打电话的。哦，怎么可能呢？切，我刚刚都骗你玩的，你还真信？忽悠你呢。肖总，就这男的，目无纪律，无视领导，还桀骜不驯，我觉得不能录取。我觉得他挺好的。月月，肖总，您刚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他哪好，他一点都不好，而且他之前还……我之前还怎么了？啊？我怎么了？我还帮着咱们公司接待了一个外来客户，多厉害！而且人人都说我韩语贼溜。唐依林，你会说几句韩语，你还了不起了？就因为你人品不行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公司就是不会录取你，是吧，肖总？苏经理，你帮他办理一下入职手续吧。什么？帮他？先让他试用3个月吧，不行再辞退。这是保安室吗？你老婆叫啥名儿？肖新月。哎，肖总是你老婆？老弟，你吹牛也吹得靠谱一点，就你这穷酸模样，肖总能看得上？大哥，抽根烟，那个刚才是小的无意冒犯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计较。算了，咱俩呢不打不相识啊，收起来，坐下。啊，新来的那小子过来一下。腾哥，王哥叫你，有事吗？你叫唐依林是吧？想要在这里混，得先孝敬一下老子，知道吗？那我怎么孝敬你啊？先来一条华子吧，然后再来1000块钱保护费吧，今后跟着老子混。不好意思，我办不到。臭小子，给你一次重说的机会，你孝不孝敬老子？你没那个资格。妈的，不给你点教训，你当我吃素的是吧？哎，强哥，
唐依林新来的，他不懂规矩。这样，我这里有1000块，我替他给您。滚一边去，哪有你的事？胖子，你没事吧？堂哥，我没事儿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立刻给他道歉，要不然没你好果子吃。我打他是他的福气，你不信问他，是不是很爽，很享受？堂哥，他打我是小的福分，他打得我好爽。胖子，你……堂哥，没事的，他打我一下，我又不会死。咱们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得罪了王小强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听到了吗？要是你能把我血舔干净，我还能饶你一条狗命。王小强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以前我没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横行霸道，但现在我在这儿，你就算是条龙，也得给我盘着。你偷袭，有本事放开，我们再打！你给我道歉！王队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哼，苏经理，唐依林不服从安排，他还打人，你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！唐依林，上班第1天你就要打架斗殴，你是要上天呐？哼，苏经理，你连状况都没搞懂，就这么着急定我罪了？切，胸大无脑的女人！你混蛋！唐依林，你现在不仅是打架斗殴，你还调戏上司。我现在就打电话让肖总马上给你开除了。对，开除了。行，随便。苏经理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肖总，唐依林不仅打人，还公然调戏我。像这样的人就不该留他在公司，应该马上开除他。唐依林，你有什么话要说的？肖总，我之所以动手打人呢，是因为王小强敲诈勒索，逼我交保护费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打伤了郝武池，我看不过，我才打他的。事情是这样子的吗？是的，王小强专门勒索新人，要是不给，就给新人穿小鞋。我当初也被勒索过。你想造反吗？造反的是你，王小强。你身为保安队队长，你不但不以身作则，你还敲诈勒索，直接去财务部结算工资。肖总，我求求您，放过我一马吧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求求您了。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你们俩愣着干嘛？哦，出去！姓唐的，你给我记住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挺横，你敲诈勒索，你活该被开除你。苏经理，刚才你颠倒黑白，差一点就把好人冤枉了，你是不是得给我说一声对不起啊？什么颠倒黑白？就算我不知道王小强敲诈勒索，那你公然调戏我，这事儿你还想耍赖？我什么时候调戏你了？误会了吧？误会？你说我胸大无脑，你这还不算调戏上司啊？当然不算了。你看啊，你一进门呢，就不分青红皂白的着急的定我的罪，这是不是无脑的表现啊？还有，我说你胸大，这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实？强词夺理。肖总，你都听到了，他就是在公然调戏我，像这样的人就不该留他在公司，就该开除他，要不然多少女同胞要受他祸害。苏经理，既然刚才的事是误会，不如就算了吧。什么？算了？今晚一定好好问问月月，唐依林到底跟他什么关系？什么动静儿？
难道有小偷？好大胆的小偷，居然偷东西偷到我的地盘上了！小偷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哎，这个声音怎么听起来有点熟悉呢？像是在哪听过一样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是你，小偷别跑，给我站住！哎呦喂！臭流氓！怎么着？美女啊，要不咱打个赌？赌什么？赌我是不是小偷？不是的话，你就叫我一声老公。不是他，不是他。你输了，按道理来说，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老公？好好表现啊！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안녕하세요，안녕하세요，저는唐一林입니다。你公然调戏我，这事儿你还想耍赖？什么时候调戏你了？你说我胸大无脑，你这还不算调戏上司啊？当然不算了。我说你胸大，这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实？是你，苏颜青，唐依林？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我知道了，你一个臭流氓，你一定是贪恋我的美色，所以你就一路跟踪我，想趁着我不注意趁机非礼我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说妹子，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？我根本没有非礼你的想法，好不好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你撒谎！你刚刚明明都偷袭我了，你还抵赖？拜托，我那以为你是小偷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能不能别血口喷人啊？这是我住的地方，我什么血口喷人？你怎么……我告诉你，你再敢上前半步，小心我阉了你！不是，苏颜青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！放下！放下？你以为我傻子？没了剪刀，本姑娘的清誉还不给你玷污了？你放下他！你放下他！误会，这他妈都是……我去！颜青在哪儿？月月，月月救我！有人要非礼我！苏颜青，苏颜青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苏颜青，苏颜青，颜青在哪儿？月月救我！啊，颜青，那个流氓在哪里？那月月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唐依林不是什么好人，就是个披着人皮的狼。你回公司赶紧把他开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打电话报警。唐依林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事儿我都跟他解释100遍了。是这样，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听到2楼有动静，我上来一看呢，就看见他了，他在那偷偷摸摸的翻衣柜，我就以为是小偷，想从后面抓住他，结果就这样了。你才小偷，本美女那叫找衣服。找衣服？找衣服你不早说？什么叫早说？我在自己家里找衣服还要跟你报备吗？而且是你擅自闯入别人家中，那叫违法。不要跟他废话了，我们打电话报警，打电话报警抓他。哎，颜青，不行，必须报警。他真的不是非法闯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他是我老公。老公啊，
他是你老公？是我。言青，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这个惊喜，但我跟他真的结婚了。结婚了？可你之前没跟我说过呀。我们之前是网恋。哦，对，网恋。后来见面感觉还不错，所以就领证结婚了。一起了。月月，你怎么能相信网恋呢？而且你看他那个样，臭流氓。哎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苏大经理，我人还在这呢，好吗？谁臭流氓？我怎么配不上我们家月月了？哎，你意思我很差劲呗？废话，你从头到脚就写俩字儿，差劲儿。开玩笑，我从头到尾就写了俩字儿，帅气。你知道我每天早上起来最害怕的是什么？什么？照镜子。即使亲眼所见，我也不敢相信这种盛世美颜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。月月，你明天就去跟他办离婚，下辈子没必要毁在他手里吧？言青，我自有主张。你作为我最好的闺蜜，我希望你能够支持并且理解我。可是，请相信我的眼光。听见了吗，妹子？要不说呢，还是我老婆眼光好，懂得欣赏我的优点，对吧？切。君，哟，老婆，这大晚上的不睡觉，是想跟我花前月下聊聊人生吗？你不睡，我怎么睡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老婆，原来你不是想跟我花前月下聊聊人生，而是想跟我聊聊伟大的造人工程。唐依林，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轰你出去？这不能怪我胡说八道，是你说的太诱惑了。是你自己思想不纯洁。咱们既然是假结婚，那就演戏演全套。万一让言青看出猫腻，他平时心直口快，很可能不小心说出去。那所以呢？所以以后睡觉，咱们俩睡一起。睡一起？好啊，太好，简直太好了！老婆有令，为夫遵命。作为世纪好男人，坚决拥护老婆的所有决定，誓死睡在一起。你别误会啊，咱俩睡一屋，你睡地上，我睡床。啊？就这么个睡一起啊？哼，要不然呢？言青果然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臭流氓。拜托，我不是臭流氓好不好啊？是你自己说的太想入非非了。你，哎呀，真是，我就这儿喽。哎呀，这多舒服呀！哎呀，不是老婆，至不至于啊。我又不是坏人，拿剪刀干嘛呀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要是敢上我的床，小心我就阉了你。不去。我真怀疑啊，你们俩姐妹上辈子都是裁缝，要不然怎么人手都有把剪刀呢？少说废话，关灯睡觉。等会儿。怎么了？嘘，你听，门口是不是有什么动静啊？不好，是言青。言青？他没事三更半夜来这偷听干嘛？估计怀疑我们是假结婚，所以特地过来偷听动静。嗨，管他呢，让他偷听他的，我睡我的。当然不行，唐依林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千万不能让他怀疑。办法？老婆，我有一招。快说。
这个苏延清，他不就是来探查虚实的吗？待会儿啊，我就负责摇床，你就有多大事叫多大事，要多销魂叫多销魂。哼！你流氓啊！这哪是办法，明明就是馊主意。怎么是馊主意呢？你看啊，今天是咱俩的新婚之夜，对不对？那没有点动静，那搁谁也不信啊。可是我怎么能叫出这种声呢？我有一招，老婆，来，来，你躺下。你不要胡来啊！小心我的剪刀。哎呀，我没你想的那么猥琐，好不好啊？你收起来。那这样，唐依林，你真的不要胡来，快点放开我的脚！老婆，你不是不会叫吗？不会叫，我教你。唐依林，老婆你别动。唐依林，来呀，老婆。唐依林，哎呀，老婆你别跑呀。唐依林，天哪，我还这么疯？哎呀，月糊涂了，把身子给那臭王八蛋！丑帅！月月，你怎么了？你身子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唐依林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昨天晚上任月月第一次，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吗？哎呀，怪我，老婆，我注意啊，下次我注意啊。我警告你，你要再让我知道下一次，我准饶不了你，听到没有？元清，一大早的，你也少说两句吧。腿都站不直了，还替他说话。唐依林，肖总让人去搬点东西，你跟我出去一趟吧。搬东西？对。哎呀，兄弟，咱要去哪儿搬东西啊？唐依林，你害我丢了工作，今天我可要好好报复你。你是忘了上次我把你打得有多狠吗？你知道马上要过来的是谁吗？我大哥可是江城市赫赫有名的大佬虎文彪，他知道我被你欺负了，要替我找回场子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嘿，彪哥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你就是虎文彪啊？臭小子，就是你欺负我兄弟啊！我看你小子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呀？我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条，赔他10万块钱；第二条，老子打折你的腿，再赔他20万。你自己选。虎文彪是吧？给你个忠告啊，以后别威胁我。哟，这小子还挺嚣张。老子就是威胁你，怎么了？你还想打老子不成？来，朝这儿打。
我现在打电话给我大哥，你等着啊。你大哥很厉害吗？废话，我大哥虽然已经不混道上了，不过他当年可是鼎鼎大名的雷老虎。你小子识相就赶紧跪下来给我道个歉，我还能求雷爷给你留个全尸。谁？雷老虎？小雷子。你叫雷什么？小雷子，你瞧，等着啊，嘿，等着。哎呀，飞雷爷，不是我小弟让人揍了，他还叫你小雷子。哎，站着别动，雷爷说了，马上就到，你给我等好了。雷爷，雷爷，哎呀，哎，雷爷，您可算来了，就他打我，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。哎，臭小子，把头转过来，让雷爷看看你那狗样子。怎么，怕了？我怕我转过去会吓到你大哥。你可真斗气！有本事你丫转过来，你看雷爷怕不怕你？雷爷，你怎么了？昨晚累着了。去你的！堂哥，对不起，刚才小雷子不知道是您，要是知道了，小雷子怎敢趟这个浑水啊？小雷子，我记得很久之前我就跟你说过，让你金盆洗手，怎么重出江湖了？你当我的话放屁吗？不敢，堂哥，我早就金盆洗手了。彪子是我手下的小弟，他出事能不管吗？雷爷，这小子谁啊？你为什么这么怕他？为什么？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金盆洗手吗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当年不小心说了堂哥一句坏话，结果堂哥把我的地盘全扫了。我巅峰时期手下上千人，堂哥出手后，最后我只剩下了不到10个人。什么？他一个人能打得过上千人？彪哥，你怎么怂了？我怂你妈！我怂！你他妈惹谁不好，非得惹我堂哥？堂哥，我亲爱的堂哥，只要您肯放过我，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祖宗，您就是我的爷。这么紧张干嘛？我又不是坏人。苏经理，你来我岗位干什么？想我啦？唐艺林，你说话最好注意点，我是你的上司，更是你老婆的闺蜜。你要是得罪了我，小心我在肖总面前告你的状。还至于吗？就开个玩笑，不禁斗。对了，我刚刚查岗发现你擅自离岗，我要给你记一过，扣你工资。扣呗，反正公司是我老婆的，你扣我工资呢，相当于给公司节省开支，说白了就是省老婆的钱。走了。等等，你去哪儿？站岗啊？怎么了？你想跟我换换啊？也行，以后你站岗，我查岗，看我扣不扣你钱。就你那初中文凭，你还当经理啊？当不了啊。
可惜了，我也不稀罕。走了。你给我等着！这个臭流氓，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整整他。月月，唐依林最近不是挺闲的吗？不如让他帮公司办点事儿。办什么事儿啊？李总之前不是欠咱们公司一笔货款吗？不如让唐依林帮咱把钱收回来。李总那批货款都已经欠了1年多了，咱们催了那么久都没催回来。唐依林她，别人可能不行，但唐依林一定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脸皮厚。哎呦，苏大经理哦，你离刚才查完岗还没半个小时呢，又来查岗啊？我这次来可不是来查岗的，是想找你替公司去办点事儿。办事儿办什么事儿？肖总说了，让你去李总公司收账。他们公司呢欠我们公司一笔货款，是时候该收回来了。嗨，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，收账呗。我跟你说，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。走吧。哎呀，是吗？苏经理，你不下车吗？啊，我就在车里等你，你去那边收账就行，就说是青城护肤的。哎呀，唐依林，这回上当了吧？哎，人李总那都是有黑道背景，钱要真那么好收，也不至于拖到现在。唉，自求多福吧。哎，你找谁啊？你出来。老哥，我是京城护肤的，找你们李总收账。他呢欠我们公司一笔货款，我来找他还款。你收账的，你怎么不说一下就往里闯呢？哎，李总，有人收账。谢谢啊。你小子找我啊？您就是李总吧？我叫唐依林，是来收账的。臭小子胆儿挺肥啊，敢一个人上门收账来？你不知道我以前在道上混过吗？信不信我剁了你？李总啊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不能因为你横，钱就不还了吧？老子就是仗着凶，人又多，你奈何得了我？这么说，没得商量了？哼，没得商量。既然这样，动手吧。你还要跟我单练呢？好，那老子就成全你。兄弟们，把他给我围了！兄弟们，给我干他！李总，我们弄不动他呀。哎呦，小子，你有两下子！臭小子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还会武功？人在江湖飘，哪能没武功啊？我也就混口饭吃。哎，李总，你看看这，
下手还是重了，我也就混口饭吃。哎，李总，你看看这，下手还是重了，多担待啊，哥几个多担待了。臭小子，你别太嚣张，我大哥可是虎纹镖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，一会儿他过来弄死你。谁？虎纹镖？老子就是威胁你，怎么了？你还想打老子不成？来呀、朝这儿打，狠狠的打！来，朝这儿打，来。什么？他一个人能打得过上千人？你他妈惹谁不好，非得惹堂哥？我亲爱的堂哥，只要您肯放过我，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祖宗，您就是我的爷。嘿呀，嘿呀，哎呀，你早说呀！我早知道我就下手轻点了。怎么，你认识彪哥？何止是认识呀，熟得很。我亲爱的堂哥，我打了他，他不仅说打得很爽，您就是我的祖宗，还想让我再打一次。您就是我的爷。吹吧，彪哥可是赫赫有名的江湖大佬，你把他打了，你还能在这儿站着？不信，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慢着啊，堂哥。怎么了？这么惊讶干嘛？啊，来，收回来了。唐依林，你真收回账了？你不看见了吗？李总他那么无赖，老子就是仗着凶，人又多，你奈何得了我？他怎么可能还钱呢？你要这么说呀，我就得替李总打抱不平了。人家怎么了？人家心地善良。你不知道我以前在道上混过吗？为人和气，信不信我剁了你？说话还好听。哼，没得商量。我发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跟李总谈生意。你不会是打他了吧？打人？打人是不可能打人的。我这么善良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打人的。哎呦，小子，你有两下子！那奇了怪了，李总那人怎么可能还钱呢？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帅吧。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老公？走了，走了。唐依林，你是怎么跟李总要回货款的？他可是出了名的老赖。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我最后都把李总说哭了。老婆，你看我给公司立了这么个大功，你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涨工资？别谈钱，谈感情。要不然，你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或者亲我一下也行。龌龊！怎么能叫龌龊呢？这叫恩爱。来，肖总不好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慢点说。银行刚才打电话说，我们之前的那个贷款审核没有通过，然后现在那个出了问题，我现在打电话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什么？之前不是已经批款了吗？银行怎么突然反悔？方文强，肖新月，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求求我，我可以告诉你。方文强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没错。哎呀，的确是我让银行卡住贷款申请的。你无耻，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！肖总，认识我吗？你是银行的经理刘轩？我今天来就是来通知你一声，
鉴于你们公司资金不足，我们总行决定让你们提前还款，否则追究你们相关的法律责任。刘经理，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。解释？我他妈就是解释。肖新月，刘轩是我的人，提前还款呢，也是我叫他安排的。你跟我斗啊，还是太嫩了。方文强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欺人太甚？你给本少戴绿帽子，难道不过分吗？肖新月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他会光着膀子出现在你家里？当然了，我可以给你2条路选。这第一条嘛，就是你跟唐依林马上离婚，然后嫁给我，我保你贷款通过。第二条，你大可以不离婚，但我今天一定要让倾城护肤破产。方文强，你卑鄙无耻！老婆，没事儿，别生气，我来。还有第3条路。什么路？我打到你认输为止。方少，你……唐依林，这就是你的处理方法？唐依林，你小子敢打我！刘经理，你让肖新月马上还钱，我今天一定要让倾城护肤破产当业。唐依林，你把事情闹得越来越复杂了，银行那边催款我们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去打个电话，他们不敢动你的。哼。肖总，这个唐依林不过就是个死送快递的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您怎么就看上他了呢？他哪一点能比得过我们方少啊？刘经理，这是我的感情问题，我希望你不要跟工作混为一谈。齐华银行的经理刁难我老婆，你让总行那边处理一下。还有，让龙门的人给方家一点颜色瞧瞧。肖新月，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保不住你的公司。你，方文强，别太嚣张，小心一会儿打脸。哼，打脸？唐依林，你就是个废物，你学人家打什么电话呀？你个臭送快递的，你能认识谁呀？哎，方少，我觉得呀，这有些人他就是喜欢打肿了脸装胖子，明明没什么本事，还非要装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，看得我恶心。刘轩，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什么好坏消息？老子不喜欢听坏消息，说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你要另谋高就了。坏消息呢？你马上就要被辞退了。辞退？唐依林啊，你个死垃圾，装什么厉害？你一个臭送快递的，你以为就凭你出去打几个电话就能炒了老大？你以为齐华银行是你家开的呀？喂，是刘轩吗？嗯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行那边打电话过来。为什么？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喂，这方少，他们说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难道？肖总，肖总，这是刚才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您，您千万别跟小的一般见识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
我不能没了这份工作呀，肖总，求您跟总行打个电话，让他们不要炒了我好吗？我不认识你们总行的人啊。啊？您不认识？滕先生，是您打的电话？你猜？怎么了？方文强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败家子儿，那事儿被总行知道了，现在把我开除了。肖总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去给您办贷款啊！我马上去。唐依林，你别太得意忘形了。今天这关算你通过了，但只要你一天不肯离开肖新月，我就会不断的找他的麻烦。小子，以后你要是想找我麻烦，我随时奉陪。但是你要是想找我女人的麻烦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唐依林，我跟你没完，方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瞧！漂亮小丑，哎呀，唐依林啊，你真的认识总行那边的人？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告诉你。什么条件？让我睡床。哎，不是，你知道最近我这个腰睡你那个沙发睡得一点都不舒服，而且你知道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腰力。滚啊！为了你，我不会再去什么夜店，更不会沾花惹草。就算你洗心革面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哼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不肯跟我结婚，是因为你背着我偷男人。弄死你这个奸夫！唐依林，昨儿你打伤本少，你还敢在我面前抽烟？在我眼里，你们方家连垃圾都不如。方文强，方文强，肖新月，你跟唐依林马上离婚，然后嫁给我，我保你贷款通过。这就是你的下场。操！肖新月，你这个臭婊子！喂，我想叫道上最有实力的人替我收拾一个死垃圾，你有什么推荐人选吗？吴文彪，他可是雷爷的手下，虽然雷爷已经金盆洗手了，但他依然是江湖中数一数二的大佬。虎文彪嘛，行，你替我联系他，叫他替我弄死唐依林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他30万报酬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哼，唐依林，我这就叫虎文彪弄死你！腾哥，腾哥，小队有要事禀报。怎么了？别慌，彪子，说。刚刚有一个人给我打一电话，说他出30万要我绑架你。您知道的，小到我对您是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我一听到这事儿，我就来找您了。不是，谁呀这么胆大，绑架我？叫方文强。又是他呀！这小子看来还是没长记性啊。这样，彪子，他给你30万是吧？那你就按他意思办。别，腾哥，您别打趣我了。您就算再给我3个胆子，
我也不敢绑架您啊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我呢就是让你演个戏，把他引过来。演戏？演戏。哼。喂，彪哥，事儿办妥了吗？方少，我出马能不办妥吗？唐依林已经被我抓住了，我现在给你发个定位，你马上过来一趟。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唉。唐依林，我今天一定会弄死你！彪哥，唐依林那小子呢？我今儿拿仙人球过来了，我他妈要砸死他！方文强。你要砸死谁啊？彪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唐依林怎么跑出来了？你不是抓住他了吗？抓什么抓？彪哥，你这是干嘛？咱是自己人呐！哎，谁他妈跟你是自己人？你算老几呀？腾哥，快走！客气了啊。哎，您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能为您效劳是我的福气。彪哥，你管他叫堂哥？唐依林不过就是一送快递的垃圾，他有什么资格让你对他这么客气？你才是垃圾，全家都是垃圾。彪子，咱们都是斯文人，要以德服人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动手呢？对，堂哥说的是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咱们不仅要以德服人，还要呢以礼待人。年轻人要讲武德，以德报怨。他既然带仙人球来了，那我肯定要给他一个回礼嘛。堂哥不愧是读书人呐，说话都这么有水平。哎呀，初中文凭，初中文凭。好，初中文凭都这么有水平了，堂哥真不愧是人中龙凤。嗨，来，给点掌声。哎，行，行了。唐依林，老子不会放过你的！哼，还他妈嚣张呢你！来，兄弟们，让堂哥看看咱们的能耐。彪哥，你们要干嘛？唐依林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口出狂言？我爸现在过来了。你要识趣一点，就乖乖给我磕头认错，然后舔干净本少爷鞋底。爸，就是这王八蛋打的我，你看我这脸都被他打成猪头了。那是你活该，你自找的。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你宝贝儿子呀！你平时连骂都舍不得骂我，你今天居然当众打我，你疯了吗？打你怎么了？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你！方文强，你这个逆子！方家被你害得倾家荡产，你知道吗？
爸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方家怎么会破产呢？你脑子里装的是屎吗？这种玩笑能随便开吗？股票暴跌，产业被封，方家破产了。爸，方家得罪什么人了？哪儿还有什么江城四少啊？得罪了堂哥，都是这个下场。他是龙得盘着，他是虎也得给握着。哎，堂哥，抽根烟。嗨，不用了，谢了啊。行了，方文强，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，但是现在你必须去萧家解除你们之间的婚约，和我的女人彻底划清界限。堂哥，我现在立马就去萧家解除婚约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打扰您的女人，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终于长大了，走了，彪子。萧新月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好好的一个方家大少爷不嫁，偏你嫁一个送快递的，难道天下男人都死光了吗？爸爸，要不咱们收回公司吧？我听说银行那边不给萧新月贷款，要这么搞的话，那公司不完蛋了吗？萧志和，你当我们傻瓜吗？你那点小心思，我早看透了。青城护肤是我女儿的公司，你们谁都别想拿走。够了，你们都给我闭嘴！萧新月，我听说方家让银行卡着贷款，你要是拿不着贷款，公司资金链就断了，公司可就破产了，对吗？爷爷，银行不仅给我们贷款了，还给了我们零利息的优惠，公司不需要再担心资金问题。萧新月，你当我们3岁小孩呢？你嫁给唐依林那个垃圾，让方家颜面扫地，他会贷款给你吗？叔叔，我真没骗你们，银行真的放款了。萧新月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再这么撒谎下去，小心萧家对你不客气。谁在威胁我女人？唐依林，臭小子，赶紧跟我女儿离婚，不要耽误她的前程，我还要用她去换方家的钱。你口口声声管她叫女儿，可是你想过她真的愿意嫁到方家吗？还有，她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你们用来交易利益的商品。她的人生只能她自己做主，你们一个个的谁都无权决定。臭小子，你这是什么语气？怎么跟你老丈人说话的？老丈人怎么了？只要你不讲理，就算是亲爹我都敢骂。萧云海，你看你女婿现在多威风，连老丈人都敢骂。你现在要不赶他出门，以后就得骑到你头上拉屎。萧新月，看到了吧？唐依林就是这种不尊重长辈的人，你还不跟他离婚，迟早被他害死。爸，我是不会跟唐依林离婚的。死丫头，还敢顶嘴，我抽死你！你再动我女人一下试试。臭小子想造反是吧？把我放开！我最后警告你，不要欺负我的女人，否则小心你的手。你离开点。小子，你别跟着胡闹行吗？胡闹的是你们萧家，你这是强词夺理。要命你从中作梗，银行会卡着我们萧家的贷款吗？
谁说银行卡住贷款了？爷爷，你这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吧？断了公司的资金，真正消息落后的是你。那如果我要是说银行放款了，而且呢还是零利息，你信吗？唐一莲，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呢？刚才肖新月已经说了，我们都没信，你现在就是重提，你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样，咱们打个赌啊。赌什么？就赌银行有没有放款。如果有，你现在就跪下来，给我女人道歉。如果没有呢？没有，随便你怎么说。好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逼你啊。今天大伙给我做个见证，要是银行没放款呢，你小子就趴过来舔干净我的鞋底。谁要是反悔呢，谁就死全家。随便，反正输的人是你。哎呀，你小子，给你一点阳光你就灿烂了。我一会儿就要瞧瞧是怎么舔干净我的鞋底的。老婆，给刘璇打电话。唐一莲，咱们真的要玩这么认真吗？是他们太过分了，如果不给他们点教训，他们这辈子都不会长记性。唐一莲装什么逼呀？肖新月算什么玩意儿？他能叫得动刘行长？吹牛吧你！老婆，看到了吗？不是咱们认真，是他们不识好歹。好吧。喂，刘璇，你现在方便过来肖家一趟吗？好，我等你。肖新月，你们俩还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你们俩都喜欢装，明明没本事还往死里装，你们真的打算不要脸了？刚才咱们可约定好了，谁要是反悔谁就死全家，所以休想耍赖。是吗？唐先生，肖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刘璇，我爷爷他们不相信你给公司贷款，你帮我解释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来，刘璇，站着，一字不落的跟他们说清楚。好。各位，我们奇华银行已经批准了倾城护肤的贷款，而且呢还享受零利息的政策优惠。哦，顺便透露一下，我们后续还准备继续批1000万贷款给倾城护肤。对了，同样是零利息的。唐先生，肖总，还有别的事吗？哎。不可能！打死我都不信肖新月算什么？他怎么会有贵人相助？看来刚才咱们打的赌，你输了。按照约定，你现在需要跪下来给我的女人道歉。打赌？什么打赌？你在胡说什么呢？你是在反悔吗？我记得有人说过，谁反悔谁就死全家。你是想让你们肖家全都死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诅咒过肖家死？你就是在反悔，这就是诅咒，对吧，爷爷？志和，认赌服输，赶紧给我宝贝孙女道歉。
爸，我怎么了？你想让我们老萧家全死光吗？少废话，赶紧给我宝贝孙女道歉，否则我把你轰出萧家。对不起。不对吧？道歉是有了，可还差下跪。不对吧？道歉是有了，可还差下跪。跪下！这还差不多。唐依林，今日之耻，以后必定10倍奉还。方家来人了！什么？他们老方家来人了？唐依林，刚才的耻辱不用以后报了，现在机会来了。唐依林，方家的人来了，你赶紧从后门走吧，这里我帮你拖着。走？为什么走？废话，方家的人来了，一定是找你报仇的，别墨迹了，赶紧走吧，再不走没机会了。想走没门儿！谁说要走了？你小子抢了方文强的女朋友，他现在肯定来找你算账的，你当然想跑了。我觉得他是来退婚的。退婚？方文强那么喜欢肖新月，他会退婚吗？忽悠谁呢？你又觉得我忽悠你啊？好啊，待会儿咱们瞧瞧我有没有忽悠你。好啊，待会儿咱们瞧瞧我有没有忽悠你。方老，您过来了，一定是为婚约的事儿。您别着急，我一定想办法让肖新月他们离婚，然后改嫁给方文强。别，千万别！唐先生和肖小姐郎才女貌，天造的一对儿，地设的一双。我们方家要把他俩给拆散了，那简直是造孽呀！方少，您父亲这样说，您没意见吗？我哪敢有意见呀？我是什么呀？我就一废物，我就一垃圾。那跟堂哥比，我就是坨狗屎，我连狗屎都不如，我拿什么跟人家肖小姐配啊？只有像堂哥这么出众的男人，才配得起肖小姐。方少，您在开玩笑吧？您是妥妥的高富帅，他是送快递的垃圾。按道理说比不上您才对，您是不是说反了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方少，你劳动人民怎么了？劳动人民最可爱，人家堂哥靠自己双手努力赚钱，你有什么资格歧视他？唐先生，我代表方家祝您跟肖小姐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，早生贵子。谢谢，方老板。这样，改天我喝喜酒，第一个请你。谢谢唐先生，谢谢唐先生赏光。那没小的什么事儿，小的先撤了，不送了。慢走啊！唐依林，你到底对方家做了什么？方家为什么这么怕你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打了他们一顿，然后逼他们来退婚了。真的？对啊，你没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对我那么客气？要我说，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你们男人就是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。
喂，谁啊？啊，小雷子呀，怎么了？晚上喝酒啊？等我看一眼啊。嗯，好。嗯，挂了啊。帅哥，你好面生啊，第一次来吗？我给你点烟。大姨，不是你脸上铺了多少层粉啊？还有你这衣服穿的，我姥姥也有一条跟你这个衣服一模一样颜色的毛裤。你混蛋！你给我等着！脾气还不小。兄弟，你不会得罪他了吧？啊？他老牛想吃嫩草，我让他走也算得罪他了。这下可麻烦了，她叫郭美美，是这家酒吧老板的表妹。你将她赶走，她一定会找你麻烦的。无所谓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摇吧。臭小子，你还有心情抽烟？老娘让你好看！表哥，臭小子，在我厂子里，只要我表妹看上的男人，没有一个敢说不字的。你是第一个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做我表妹的男朋友；后边一个嘛，嘿嘿，老子打断你的双腿，你自己选。来回来打断我的双腿吧！你表妹那样的，真能够当我大姨了。表哥，你看他嫌我老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表妹放心，这小子今天晚上绝对是你的。大姨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我绝对不是你的。臭小子，你是想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老子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你肯不肯当我表妹的男朋友？老哥呀，咱讲良心，你表妹长成这样，换你要吗？动手！小子！天哪，这帅哥太猛了！表哥，你今天晚上一定要给我搞定他。表妹，你放心，我尽力。我吃，臭小子，没想到你还是个练家子啊！你也别太得意了，老子收拾不了你，我义父可以。你义父谁啊？我义父曾经是江城市教父级大佬雷爷。混账！义父，您来的正好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滚！别挡我道！堂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请您多多包涵。这小子有眼无珠，惹了您，从现在开始他就不是我的义子了，他的死活任凭您处置。